你是否也曾在深夜一遍又一遍地回想那些选择，那些遗憾，那些错过？问自己，如果当时我能更懂事一点，成熟一点，勇敢一点，是不是就不一样了？你看着过去的自己，像看着一个不断犯错、跌倒、伤人的影子。你怪他太懦弱，怪他不够清醒，怪他让现在的你还要收拾那些后果。你以为责备可以让你变好，你以为把过去那个不够好的自己推开，你就能成为一个值得爱的版本。但你错了，真正的转化不是来自否定，而是来自接纳。真正的蜕变不是来自责怪，而是来自慈悲。你现在看得更清楚了，不是因为你比他聪明，而是因为你走过了更多的路。你有今天的视野，是因为当时的他愿意走过那些混乱与痛苦。他并不是愚蠢，他只是孤单。他并不是软弱，他只是太久没被爱。他并不是错误的存在，他只是你灵魂旅程中必经的一段风景。你可以选择回去找他，不是改变他，而是拥抱他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告诉他，我懂你了，我真的懂你了。告诉他，他当时的选择已经是他能做出的最好版本。告诉他，他不需要再躲藏，也不需要再被你否定。你们不是对立的，你们是一体的。你越是排斥他，你就越难完整。你越是抗拒那段记忆，他就越紧抓着你不放。而当你愿意用爱与慈悲去看待那段过去，你就重新定义了它。它不再是羞耻的来源，而是成长的见证。它不再是创伤的符号，而是你灵魂最勇敢的片段。你不需要一直成为更好的人才值得被爱，你现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。当你对过去的自己柔软，你也会对现在的自己更温柔。你不再那么急着证明什么，达成什么，避免什么。你知道，无论哪个版本的你，都值得被爱、被理解、被深深的拥抱。这份慈悲不只是对过去的疗愈，也是你能量的重新整合。当你拥抱过去的自己，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耗损你力量的记忆开始变得安静了。他们不再主导你，不再在每一个选择里偷渡恐惧。你自由了，因为你不再逃，也不再战。从那一刻起，你不再只是自己的过去，你是现在的创造者，未来的拥有者。你是完整的、连续的爱的化身，而这就是爱与慈悲最深的力量，让你重新与自己和解，重新与生命和解，重新与存在的每一刻手牵手往前走。你渴望显化理想的生活，梦想着更自由的工作，更深刻的关系，更丰盛的收入。你学习视觉化，练习感恩，写下愿望清单，一遍遍对宇宙说，我准备好了。但愿望迟迟没有实现，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技巧用错了？是不是信念还不够强？你不断找方法，尝试修正频率，努力变得更高振动，却忘了一个最关键的根本：你是否真的相信自己值得拥有你所渴望的？吸引力法则从来不是只是想什么的什么，而是你相信什么，你认为自己是谁，决定了你能接收什么，显化什么。而这一切的核心就是你的自我价值感。
你觉得自己值得被爱吗？你相信自己的存在就是价值，还是必须先证明、先达成、先变得更好？你是从匮乏中许愿，还是从丰盛中选择？这些潜藏在你心底的答案，比任何仪式与语句都更有力量，因为宇宙不回应你的表面语言，它回应的是你散发出去的能量讯息。如果你口中说着“我想要被爱”，但你心里深处却觉得没人会真的爱我这样的人，那么你所吸引来的不是爱，而是印证你信念的场景。你以为宇宙没有听见你的愿望，其实它只是精准地回应了你对自己的定义。真正的吸引力是从内在发出的认可，是一种你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可以真心说出“我值得”“我够好”“我已经拥有”的能量。当你拥有这样的自我价值感，你不再渴望透过关系证明自己，不再焦虑金钱是否流入，不再为了迎合别人而否定自己。你开始从内在选择，从信任行动，而不是从恐惧反应。这份稳定会改变你吸引到的一切。你会发现，对的人开始靠近，机会开始出现，金钱开始流动。你不用再追逐什么，因为你自己已经是一个磁场。高自我价值感是最稳定的吸引力来源，它不需要过度用力，也不是自我膨胀，而是一种你安然存在就足以让世界回应的状态。而这份价值感不是来自外在的肯定，而是你一点一滴的选择相信自己。每一次你对自己温柔一点，诚实一点，信任多一点，你就在重建那个原本属于你的频率。你不需要变得完美，你只需要真实的活着，允许自己被爱、被支持、被拥有。当你这样存在，宇宙就会用你从未想象过的方式，把一切对等的美好带到你眼前。因为你终于成为了自己最大的信徒，而宇宙永远听得见你对自己的信任与爱。为什么你总是吸引到相似的人？即使换了城市，换了圈子，换了生活方式，结果仍然重复那段熟悉的关系模式。也许他们有不同的脸孔，不同的名字，但那种被忽视的感觉，被控制的窒息，或者在爱里委屈的自己，却总是如影随形。你开始怀疑，这是不是命运的恶作剧？是不是你真的不配得到真正的爱与理解？但事实是，你所吸引到的人，从来不是惩罚，也不是巧合，而是你内在频率的镜子。宇宙不会按照你说的话来运作，它依循的是你发出的能量，而能量是来自你对自己的信念，来自你深埋心底的创伤、渴望与恐惧。你吸引谁，不是你选择了他，而是你与他的能量共振了。你们之间有某种隐形的磁场，那磁场说的是，我认得你，因为你像我熟悉的伤。如果你在内心相信爱等于牺牲，你就会不自觉地吸引需要你拯救的人。如果你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你就会走向那些让你证明自己价值的关系。如果你害怕真正的亲密与被看见，你就会一再与情感冷漠的人产生牵引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而是一种能量的惯性。你在过去的经验里学会了如何生存，但现在你可以学会如何选择。觉察是转化的起点。当你愿意停下来看见自己，你就开始有力量不再重演。
你开始问自己：我到底在关系中寻找什么？我是不是在补偿某段童年遗失的感觉？我是否相信我可以被无条件的爱？这些问题会引导你穿越表面的互动，进入你与自己最深的对话。你会发现，真正需要改变的，不是你吸引到的人，而是你与自己之间的关系。当你开始修复内在的断裂，当你愿意给自己更多理解、尊重与信任，你的频率也会随之改变。你会渐渐发现，那些让你耗尽能量的人开始远离，那些温柔、稳定、有意识的灵魂开始走进你的生命。这不是魔法，这是共振。你怎么对待自己，就会吸引怎样的人来对待你。你怎么爱自己，就会创造出怎样的关系模式。你不用再试图改变别人，改变外在，你只需要不断地回到内在，稳定自己的频率，拥抱自己的完整。你所吸引的一切也会跟着改变，因为你终于记得，你才是那个真正在发出讯号的人。你是源头，你是能量的发射器。你所接收的从来都是你愿意成为的反射。很多人以为感恩是一种回报，是发生好事之后的自然反应。但对宇宙而言，感恩不是回应，它是一种频率，一种主动的选择，一种提前对生命说我已经在接收了的能量讯号。真正的感恩并不依赖结果，它不是在梦想实现之后才出现的情绪，而是即使一切仍在等待，仍不完美，你依然愿意看见那一丝值得被珍惜的光。因为感恩的本质是接纳，是一种无条件的对当下说是，一种选择在混乱里看见秩序，在缺乏里看见富足，在等待中感受到祝福。当你开始练习感恩，你就在对宇宙说，我准备好了，准备好打开双手，放下控制，允许生命以更大的智慧运作。感恩会扩张你的能量场，让你从内在开始松动，从紧绷中释放，让原本停滞的显化流程重新流动。因为你不再用还缺什么来看待生命，而是用我已经拥有什么来对其丰盛。感恩不是一份情绪任务，不是每天列3件好事就足够，它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存在状态，是一种你走在路上就觉得风很温柔，看见阳光落在桌角就想微笑的感觉。你会发现，你不再为了愿望而焦躁，而是因为愿望的来临，你早已感到满足。这样的能量是磁性的，是开放的，是稳定的。它会让宇宙更容易找到你，靠近你，回应你。因为你已经跳脱了还不够的匮乏思维，开始活在我值得拥有的丰盛场域。当你对生命充满感恩，你会发现自己吸引来的不只是更多好事，而是一种内在的平静与信任，让你不再因为迟到的结果而动摇，也不再因为未知的未来而焦虑。这份稳定是你真正的显化力量，因为你不只是等待奇迹，你成为了那份奇迹的能量本身。感恩是一种记得，记得你不是一个人在努力，记得你与宇宙永远在共振，记得你所渴望的一切都已在路上。当你带着感恩生活，每一个呼吸，每一次微笑，每一滴泪水，都在显化你更高版本的自己。这世界不会因为你感恩而立即改变，
但你的世界会开始闪耀，那是来自内在的光，一点一滴照亮你愿望成真的方向。你每天都在说话，不是对别人，而是对自己。那些你没注意到的语句，那些在心里不断回响的声音，其实比外界的评价更有力量。我不够好，这对我来说太难了。我总是搞砸一切。你可能没大声说出口，但你的细胞都听见了。你的能量场正在悄悄地接收，并以此调频、创造、吸引。实相的剧本不是从外面写起的，而是你每天每一刻与自己说话的方式，一笔一画地编织出来的。你怎么看待自己，就会决定你怎么看待世界。你怎么相信自己，就会决定你允许自己拥有什么。当你对自己说“我没办法做到”，宇宙就会温柔地配合你，让你遇到更多看似做不到的场景。不是为了惩罚你，而是回应你的信念。这不是命运的安排，这是语言的魔法，而你正是施法者。真正的转变不是改变世界，而是改变你对自己的说话方式。你可以开始说：“我正在学习，我允许自己慢慢来，我相信一切正在成型。”你不必假装自己没有恐惧，也不需要一夜之间变得正向。你只要一点一滴，在语言里释放对自己的温柔与信任，因为语言的频率会在无形中重新塑造你的能量结构，让你从匮乏走向丰盛，从受限走向开放。当你的自我对话改变，你对待自己的方式就会改变。你会开始更有耐心，更多鼓励，更多理解，也会开始允许自己休息，允许自己不完美，允许自己成为自己的朋友。而当你这样与自己相处，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开始转变。你会吸引来更尊重你的人，更支持你的人，更看见你灵魂光芒的人。因为你不再把自己放在低处，不再用语言缩小自己。你开始相信自己值得好事发生，值得被爱、被肯定、被庆祝。这一切从一句话开始，不是对别人说的话，而是对自己说的那句：我选择相信我值得。这就是你开始改写人生剧本的那一页。没有烟火，没有鼓声，但宇宙听见了，它开始重新排列一切，让你的内在频率成为外在现实的根本蓝图。你不是受限于命运的角色，你是剧本的作者。你有权利重写，从最初那句温柔的对话开始。从今天起，让每一句对自己说的话都成为一场显化的邀请。因为你说什么，就创造什么；你相信什么，就活出什么。你爱自己到什么程度，世界就爱你到什么程度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